相比较如今华丽的舞台、宏大的特效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各大晚会似乎少了些什么情绪。这让我想起了香港那场群星忘我大汇演，同样也是星光璀璨，但那边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风。1991年，中国华东发生水灾，为了赈灾筹款，香港举办了香港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。这场汇演从下午3点唱到晚上10点，近100个节目，超过100个明星参与。如其名，汇演中的明星都在忘我的卖力表演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只为筹得更多的善款。那年舞台上的艺人们不同于往日的光鲜亮丽，他们看起来都很狼狈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汇演还有人在玩命，但刘德华就是这么拼。他不仅多次上台唱歌，还2次尝试极限表演。一次是参与摩托车飞越巨星人墙，第2次则是表演胸口碎大石。表演胸口碎大石前，主持人还跟刘德华开玩笑，有没有什么遗言要跟他的粉丝交代。一句话紧张的底下的粉丝惊叫，刘德华则笑了笑回答道，一会儿说，起初还不觉得有什么，后来才发现这句话暗藏玄机。原本表演很顺利，但表演结束后，面对着观众的刘德华嘴里一下子流出血来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看上去就非常瘆人，吓得观众尖叫不断。最后满嘴鲜血的刘德华才笑着解释了自己恶搞的目的。他说，这血是道具血，安排这个就是为了跟观众传达与受灾同胞血溶于水。虽然血是假的，但走心却是真的。玩命的刘德华，狼狈是真的，帅也是真的。如果给你50万让你唱支歌，你唱吗？跟刘德华一起表演了歌曲串烧的黎明遇到了这个问题。在这场汇演中，黎明的表演结束后，当天还有工作的他就出发赶往自己的下一个行程，去电视台拍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一个女士花50万点他唱对不起我爱你，消息传到黎明那里，他毫不犹豫地返回现场。回去后，他站在舞台上道，为了感谢这位嘉宾的支持，现场清唱一首。事发突然，没有准备，没有排练，他干脆就这么直接清唱。现场乐队大概也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意外情况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竟起高了4个音，黎明跟不上，直接在众目睽睽下唱破音了。于是这场表演成了黎明的黑料，成了黎明唱不好歌的证据。但也是这首歌是当晚筹到最多善款的几首歌之一。而跟黎明一样被人特殊要求的还有成龙。有老板临时放话，10万块买成龙一个跟斗，颇有些打赏卖艺的感觉，但成龙也没有拒绝，他只是提出让自己唱完歌再表演，不然他头晕。等歌唱完，这边赏银也加码了。原来有2个功夫迷也来兴趣了，2人一个出10万，一个出5万。主持人干脆帮他们跟成龙讨价还价，5万一个跟头，加上之前老板那10万，一共25万买成龙5个跟头。成龙没有不高兴，已经唱完歌的他爽快上去直接翻了7个跟头。于是又被主持人调侃问，人家买5个跟头，你怎么还多翻了2个？多出来的2个是不是自己买？成龙痛快地认了下来。虽然一场表演完了自己还补上20万，但成龙挺开心。之前还说翻跟斗会头晕的他，甚至又承诺道，如果还有人愿意捐钱，他可以继续翻。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，这是最贵的跟头，但无论当年还是现在，大家就是心服口服。那年汇演为了筹款，挑战了别人眼中不可能的明星还有太多。汇演开始前，梅艳芳就放话说要为了筹款不择手段。再看那天的表演，才发现她说的话一点也不夸张。不仅别人点歌，她直接上台就唱，丝毫不扭捏，甚至还大胆参加了那个摩托车飞越巨星人墙的活动。要知道，她可是其中唯一一个敢参加的女明星。朱咪咪同样不遑多让，不仅故意搞笑，在筹款环节还拿着募捐箱边唱边在观众席里穿梭。鬼才黄沾更是亲自唱了一首歌，他甚至拿自己来调侃，赚的钱不够多，只好卖艺来出力。
这一刻，他们都不是明星，玩命也好，卖艺也罢，为了助力同胞，咬咬牙，他们都能上。那年的汇演其实有些小状况，毕竟事发突然，而艺人们的行程大多早已安排了。谭咏麟就是最典型的。忘我大汇演举办的同时，谭咏麟的演唱会也正在举办。就是这么不巧，这2场表演撞上了。很多观众以为他会放弃忘我大汇演了，但谭咏麟还是如约而至。谭咏麟也因此成为当时最特别的一个嘉宾，白天忙活忘我大汇演，晚上回去开梦幻柔情演唱会。但即便这么两头忙，他也并没有敷衍。汇演里他表演的一生中最爱丝毫不输水准，除去唱歌，他甚至还为筹款表演里怒射接班人，一边唱歌一边射球，最后被认定进球100个，捐了30万。但谭咏麟还是觉得30万少了，后来自己又捐了30万，成为捐款最多的艺人之一。如今回望那场汇演，依旧可以看见谭咏麟的较劲，跟自己较劲，跟善款较劲。但打动人的也恰恰是这个。那年连一直在开玩笑活跃气氛的主持人对上谭咏麟也是少有的认真，甚至给出了出钱出力的评价。但无论怎么看，这个评价并不夸张，那天的谭咏麟的确担得上。很多观众不知道，林子祥能够出现其实也挺险的。在林子祥之前，黄沾已经先唱了男儿当自强，因此免不了有粉丝嘀咕，林子祥是不是不来了呀？毕竟热门歌曲都让给别人唱了，当时忘我大汇演筹办的那么突然，林子祥人正红，有事赶不上也正常。但在一群歌手热场的时候，林子祥就那么出现了，随后更是一连唱了《莫再悲》每一个晚上的歌曲。后来再看主持人沈殿霞的解释，大家才知道原来当时林子祥正在欧洲拍戏，但他突然接到慈善汇演的通知后，这才坐飞机返回香港。想起他唱每一个晚上前，还有些不好意思的和观众提前说，因为天还亮着，唱这首歌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？但事实上，在华东爆发水灾之际，他果断丢下自己的工作，回到香港为同胞卖力募捐，已经没有比这更合时宜的了。当时跟林子祥一样在国外有事，但听说了为华东水灾后立刻赶回来的还有林青霞。汇演里，他跟杨紫琼合演京剧，一个扮青蛇，一个扮白蛇，选的是水漫金山的片段，为了取击退洪水的寓意。但华东水灾的汇演对林青霞来说也是义不容辞，于是时间紧张的林青霞排练了水漫金山后，便回了美国继续暗恋桃花源的工作，直到当天又匆匆赶回来。又是演员又是歌手的钟镇涛，不仅接了多部剧，还有专辑要出，但他硬生生地从满当当的档期里调出时间来参加。当了导演后，工作更加繁忙的周星驰也来了，那年陪着他一起来的还有吴孟达。而刚跟周星驰拍了《逃学威龙》的张敏也来了，还替公司捐出这部电影第1天的票房。他们时间都不太多，许多人匆匆来又匆匆而走，但那一年忘我汇演上的明星阵容，即便放在香港历史上也是罕见的。